我是艾希，今天这部影片是岩上风暴第3集。这个单元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风谷圈的大小事，不一定每件事情都有岩上，有关风之谷的事件都可能拿来讨论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有聊到 Nixon 偷改几率的事件，后续韩版进行一系列的改动以及补偿，其中包括取消贩售商城方块，改用封闭取代方块功能，以及增加每日打币上限。因为觉得这个改动高几率跟海外没什么关系，就暂时把影片搁置了。直到最近4月16号 GNS 发布公告，针对玩家比较关心的问题，明确指出国际服不会跟进韩版调整，包括每日狩猎获取硬币上限、方块的功能性与获取方式、RB 伺服器封闭获取倍数及 BOSS 结晶价格，以及保留 BOSS 乌勒斯。公告一出，几乎能更加确定 TNS 也不会跟进韩服了。方块跟封闭上限跟进的几率本来就蛮低的，我之前也没有很在意这件事，但 RB 玩家应该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了。对了，最近小乐会上一部影片介绍台服 RB 与其他服 RB 的区别，有兴趣的之后可以去看一下。再来讲讲 TNS 的争议事件吧。注意，近期不要交易网页福袋序号。最近有 IP 合作活动，通常网页福袋会是大家很期待的一环，但这次福袋竟然频频故障，还发生重大 bug。4月24号开放当天，玩家大量涌入，网页卡到2、3轮一直被吃，甚至会连续点到2次第2轮，接着陆续进场维修。顺便提醒大家，如果在4月24号14点到15点30分维护前有遇到任何活动上的问题，比如说被吃2、3轮之类的，可以在5月7号23点59分之前联系客服进行处理。4月25号晚上11点20分又再次维修，这次维修排查作业更是预计要到4月29号晚上6点才会开放。不止福袋，连游戏内的购物商城都短暂关闭。目前商城已经开放，但仍无法使用序号兑换功能，因此很明显这次序号出问题啦。到序号兑换页面兑换虚宝，如有跳出502，就可以钻漏洞一直刷新序号。会出现502也要怪你这个活动网页太逊啦。然而这个序号也不是无中生有，刷出来的序号可能是之后要给其他中奖玩家的，导致有些人换到被使用过的序号，问题序号到处流窜，难怪这次要排查那么久。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别忘了上次幸运糖果转蛋事件，遇到 bug 别抱着侥幸心态直接开刷，以免账号被托管。排查结束前也不要购买序号，或故意把序号卖给不知情的玩家，以免发生纠纷。网页福袋几乎每次都有问题，这次大概是我印象中最严重的一次。已经交易出去的问题序号也不太可能跟无辜的玩家讨回来吧，只好紧急关闭序号储值功能了。那最后一件事，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啦，国际服主教尼鲁在即将达成300等时，选择卡在299等 99.993%， 实况中趁着官方人员及超过2万名观众观看时，诉说了将近1个小时对这个游戏的不满以及担忧。这段直播尼鲁有上传到他的 YouTube， 并获得非常多留言支持。2024年4月26号台湾时间6点，原本全球第一位300等玩家应该要诞生了，就只差1瓶成长秘药就可以完成这项难得的成就。以下前段篇下我当下的心得。当时我也在引颈期盼这历史性的一刻，结果他开始讲了非常多对游戏现状的不满。原本国际服有在游戏内用跑马灯恭喜尼鲁，结果在尼鲁骂到一半，跑马灯竟然被撤掉了。毕竟会有观众看到跑马灯跑去实况凑个热闹嘛，结果引流过来的人听到的都是对这个游戏的批评，简直是给游戏公司比了一个大大的中指。就这样一直说到7点左右，主播说为了各位观众今天还是会升等，过了今天他不想继续玩这个游戏了，直到他提出的诉求有得到改善，然后他就若有所思的坐在荧幕前许久，过了一阵子忽然离开座位，回来头上顶着毛巾。当下我以为他是想要先沉淀一下心情，然后为了这个特别的日子
整理个造型之类的再来升等。没想到他却选择直接关闭直播，关播前说自己真的不想再玩这个游戏或升等了，跟观众道歉与道谢后，说自己会回来，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今天他还是有开台啦，但是在实况别的游戏了。我当下非常震撼，台湾应该很多玩家特别早起或不睡觉，等着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。不管哪台都常常看到有观众在提醒主播299主教几趴了，主播要去跟台吗之类的。虽然当下觉得很错愕，但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太屌了。风之谷练等台通常都很无聊嘛，努力了2年，就只有这个瞬间可以吸引到这么多观众，甚至官方人员的注意，对官方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，也让官方预 po 的庆祝文略显尴尬。爱之深责之切，尼鲁到底提出了哪些问题？以下尽量将内容整理出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当然，他是以国际服的角度出发。首先，尼鲁声明，提出意见并非想制造伺服器与区域间的对立，而是以一位游玩最久的玩家来向大家展示目前状况有多糟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。1. 游戏人口分配不均，战利品数量失衡，希望能将一般服的4个伺服器合并。前面提到4月16号 GNS 发布的公告中有提到 GNS 的生态 RB 的人数远远大于一般伺服器，网站没有显示百分比，但大约是 RB 占 70%， 一般服只有 30%。 为什么要把 70% 的人口塞在2个伺服器， 30% 的人口塞在4个伺服器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图会很难找但现在有很多活动，想练到260很快，甚至不用单纯练等狩猎，即使没办法去最热门的地图，选择一些次优的地图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260等之后，每个等级需要消耗的时间非常多，你可能会在一区或一张图待很久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，伺服器合并后会不会找不到树山之类的？但是之后夏季大概会有共通核心，到时候可以在更多地图达到差不多的效率。目前伺服器就算通通合并，也不会达到全满，甚至只有半满。合并可以有效改善物品数量及交易量的问题。2. 一般伺服器明明标榜可以交易，艾尔达碎片却无法交易。这段他开头就提到，现在游戏中最受欢迎的东西大概就是艾尔达碎片了。这东西在 KNS 可以交易，为什么到了国际服就不行了？这荒谬又愚蠢。这段他真的很气为什么 TNS 也不可以交易啊？ 3. 封闭币值太可悲，游戏时间与回报不成比例。 4. BOSS 掉落的方块无法交易， BOSS 掉落的火焰可以交易，制作方块的材料可以交易，为什么玩家制作的方块跟 BOSS 掉落的方块都无法交易呢？需要的人就得这里买2个，那里买2个，自己慢慢凑，花费大量心力，还要冒着东西被骗走的风险找人代洗。 5. 里程商店都是大便，附加方块呢？这些都是什么垃圾？谁会用与自己名字共享标签？谁会用这些垃圾？大多商品只能代洗代充，造成很多诈骗问题。只是每个月提供2个卷轴，会破坏游戏及营收吗？ 6. 现金方块价格高于其他服，并且限制购买数量。举例来说，每次出结合方块只能买50颗，而且1年才出1次，还有30天使用时间。如果想要洗更多，就要一直交易给其他账号洗。如果想要洗创世武器，时间也不一定对得上。顺带一提，他们的结合价格是 TNS 的2倍左右。闪炫也一样，其他服的价格大概都是他们的50%，只能购买5组，而且保存期限才7天。为什么不能永久？让玩家保存一些以备不时之需。闪炫1年也只有贩售2次，白富家也一样。永久2个字还需要多说吗？东西没洗好就要再等待销售。这游戏不只限制无氪玩家，连想消费的玩家都给予诸多限制。希望方块能改永久，而且价格要是原来的1半。7. 轮回杯时数量很少很贵，而且游戏中不再贩售。官方以游戏资源数量失衡与伺服器负担太大为理由，不再贩售轮回杯时，但拍卖里不管是水滴符文都很少。此外 New Age 时轮回出现 bug，
你在地图上放过就离开还是有效果，而且效果是永久的。当时花了1周才修好，也没有听过有人抱怨伺服器在延迟。以上提供的2点理由根本不成立。官方甚至要求，如果后续有300等访谈，可以不要提到轮回碑石。但主播认为，这是他可以达到300等的原因，也是这个伺服器还能玩的原因之一。以上就是这场直播提到的目前 GNS 的困境。最后很可惜没有等到300等主教的诞生，但遗憾带来的后劲远远大于直接升这个300等。希望尼鲁可以得到官方回复，让我们看到他荣升300等的一天。